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范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罗律好。顾姐在丰益办公室。在告状吗？他会恨你的。我让他免于被告，免于被追偿损失。但你让他丢了客户。是他自己丢了客户。如果是他自己丢了客户，他会恨客户；如果是你让他丢了客户，他就会恨你。麻烦你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哎，你知道丰益和顾杰他们俩在吵什么呢吗？不知道啊，吵什么呀？你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罗宾揪住一字之差，直接让客户炒了顾姐。你们的一字之差可以让律所成为被告，本来人家告的是顾大律师。丽娜老师，罗宾找你。哦，好。广东省弄成广州省是你干的吧？哦，那个是客户送来的文件，那个文件它本来就是错的。人家弄错了，你也没看出来啊？文件送过来，我就直接交给顾杰老师了。这么说来，是你替顾杰老师背的黑锅了。外面可都说是他实习生干的。他那么多实习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现在他们双方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是要支付赔偿。你都跟周宇说了我什么？
我一直在恳请他，希望他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谅解你。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你的客户。没错，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他很可能会起诉律所，你也会因为你的过错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你一样会失去他，因为他对你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一个字的失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你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打断了我和我助理的正常工作，并且质问我到底跟钟宇说了什么，好吗？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就自己飞过去直接找他了。顾大律师，我希望你能想起来，当初是你找我，你说钟老板不肯接你的电话，是你在求我。是我求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跟钟老板关系好，你们有交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让钟老板换了我。原来你是这样想问题的。好，那我现在认真告诉你，我没有。那你怎么解释现在钟老板变成了你的客户？实力。什么？实力。如果你有实力，你可以抢回去。我所有的客户你随便抢，欢迎竞争，愿赌服输。你好，罗宾办公室。你继续。他们公司在员工的电脑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所以前运营总监在投出简历半小时之后就遭到了公司的辞退。运营总监认为公司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他们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这个一会儿等白总过来，我们可以问一下。白金红已经到了，比预约提前了40分钟。罗律师，气死我了！别生气，有什么话坐下说。我们的设计总监，我对他多好啊！设计总监？白总说的是前设计总监，不是我。气死我！不是，运营总监在告你们侵犯他电脑吗？对，是前运营总监在告我们。可是我要告的是前设计总监，那是2个人2个事。那你们公司真的挺有意思的，前高管离职，不是告公司，就是被你们公司告，全是白眼了。我们那个运营总监，我要不是安了监控软件，我都不知道他一边在我这拿着高薪，一边跟对手的公司眉来眼去，他还有脸告我。还有我们那个设计总监更过分，他说他父亲生病要回去看他，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走了，我还给了他2万块钱。你说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吧？可是他怎么对我？气死我了！你先别生气，啊，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问一下。你问。你们公司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有什么区别吗？针对各类职场常见的监控行为，法律上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判断是否侵犯其隐私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事先告知。监控软件是安在我们公司电脑上，公司电脑是公司资产。我在我自己公司的电脑上安监控软件，还要事先告知吗？但是员工会认为说，你连上个网查个快递都会被公司盯着。我每年拿出10多万安监控软件，我不是盯他们查快递的，我是要看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干活。否则你花8个小时干活，5个小时网上购物，3个小时互动工作，那我给你和花8个小时干活的员工一样开钱，那我不是被他们耍了吗？不是说不能监控，而是说安装之前有没有事先告知。我是想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规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当然，这员工手册上都有的。而且白总明确跟大家都说了，公司电脑是大家上班的时候用的，不可以把个人信息通过公司平台传播，公司技术部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就 OK 了。既然员工手册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电脑只能用于工作，而且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那么就不构成侵犯隐私。当然不构成。身为运营总监，在我们公司给其他公司发邮件、投简历，这样的高管，你说留在公司留着过年啊？没错，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罗宾他不是这种人。哪种人？他断然不会抢您的客户的。白金红就是我的客户。大家都知道白金红是您的朋友，不是您的客户。
他不会娶你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今天去见客户了，还跟客户吃饭了。对，是他请的我，他跟我咨询一些关于并购方面的问题。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谢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这么认为吗？事实就是事实，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那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同时呢，你也这么认为？还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并不一定这么认为？这句话既不是事实，我也不这么认为，就是一句客套话，行了吧？你是不是现在特别想打人？我不打女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友好。我对你很友好啊，我只是用你平时的方式对待了你。你不是经常标榜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沟通方式是忠言逆耳、实事求是吗？好，那我理解你的好意，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学着用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说客套话。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不在律所的时候，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了一个外星人，宣布他准备占领地球。这不是好好聊天。谁叫你老问不该问的问题啊？不，我来晚了，我想知道律所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你就不能有点幽默感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幽默。行，是我不好，我重新回答，行了吧？你重新回答。我来律所之前，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生，请问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比如说谁跟谁他们打起来了？有的呀，先生。那到底是谁和谁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如果您非常想要知道的话呢，我可以在罗宾律师不忙的情况的时候，我帮您去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放心，这事情交给我们。我听说顾杰跟罗宾大闹了一场。你吃的是火锅，你怎么知道？一般吃过火锅有正常嗅觉的人肯定能闻出来。重庆老火锅，9宫格，香油、蒜泥调料，这么明显吗？那咱们言归正传啊，我是问顾杰他为什么跟罗宾大闹一场？毛肚、鹅肠、午餐肉、老油条，那么大味儿吗？罗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要打断我？打断你需要给你理由吗？您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您就打断我。给老板普及一下什么叫员工的隐私权，教育老板不要侵犯职工的权利，让老板觉得比你笨，比你傻，什么都不懂，这需要你来教吗？我去他们公司做过调查，大部分员工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压抑，不喜欢公司的文化。他们那个前运营总监之所以给其他公司投简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谢天谢地，幸亏我打断了你。为什么？那我问你，如果不打断你，你打算跟他说什么？我打算跟他说，白总，我知道您之所以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那是因为您发现不打招呼就离职的员工以及消极怠工的员工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高管，所以这让您非常的恼火，所以您就决定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时查岗，而且还可以预知谁有离职倾向。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事实上，员工和高管他们为什么要离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公司很失望。你是在教白敬红如何管理企业吗？请问戴叶小姐，你管理过公司吗？有过什么成功案例吗？我是说，经过我的了解，现在他们公司离职的意愿更加的强烈了。只不过他们为了不被监控到，就选择不在公司的电脑上去投简历、收邮件。公司的监控就只能监控到他们在电脑上干了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员工脑子里在想什么、干什么。你是怎么了解到的？我跟他们的员工交谈过。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那我不能告诉你。你被炒掉了。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拦住你、打断你？可是没有可是。我们是法律顾问，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所以
请你现在出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专利法和相关的判例。罗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不妥。哪里不妥？这对他们那前设计总监不公平。他的作品公司看不上，让人家反反复复修改了那么多年，那人家当然不乐意了。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公司说不干了呀。为什么要骗公司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父亲？白金红的脾气刚您也看见了，谁敢跟他说实话呀？所以你的结论是，公司高管可以欺骗公司，叫情有可原；公司加以制裁，就叫不近情理。不，我的意思是说，公司他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请你来做我的助理，是来服务客户的，不是让你来给我的客户上德育课的。我这可不是上什么德育课，我这是在讲道理呀。罗老师，在法律上，白金红他可能可以胜诉，但问题上在这次你是真的被炒了。罗老师啊，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有什么好被炒的？那我再说一遍，你是真的被炒了，回家吧。不可能！刚刚您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您的小肩膀抖动了一下，您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您在偷笑，对不对？您肯定是在偷笑，我怎么可能会被炒了，对不对，罗老师？出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判例。好，来。怎么了？我最近想休个假，什么假？婚假？年假。是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你电话一直在震。哦。垃圾电话。行，那你跟黛西交代一下。嗯，谢谢。到底什么事儿啊？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告诉我。没事儿。旅途愉快。拜。嗨，简明姐。哎，罗宾，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箭之仇啊！我跟谁有仇？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退一赔三啊，1650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蓝红没有找过你啊？有关系吧？你也去地下车库？当然不。550万的进口豪华车售前维修过，车主最后获赔1650万元。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车主称，销售商承诺是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但是保养时发现车有过大修记录，一审判决撤销合同买卖，车主退车，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做出3倍赔偿。